各位新老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嘉诚养生道，收看本期的节目。很多朋友家里是不是都囤着几瓶大价钱买来的深海鱼油，每天按时按点地吃，就盼着能清理血管，让脑袋更清醒些。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？为什么有的人吃了神清气爽，有的人吃了1-2年去体检，血管的指标还是一动不动？今天我要告诉您一个可能颠覆认知的真相：您和那些身价千亿的富豪吃的可能是同一种鱼油，但您的吸收率可能硬生生比人家差了3倍。不是您的鱼油买假了，而是您从一开始就没吃对。您是不是总以为像香港首富李嘉诚先生这样的人，长寿的秘诀肯定是因为吃得起什么天价的神丹妙药？但他的私人医生却不经意间透露过一个极其朴素的细节：鱼油选择早上或晚上吃，搭配什么吃，效果天差地别。这其实揭示了一个最高级的健康法则。今天这条视频，我们就借着这位商业传奇的智慧，来给咱们老百姓的健康账本算算账。您不用花1分冤枉钱，只要跟着我把这套思维理顺了，知道该在什么时辰吃，该怎么搭配，最后再把文末那3个许多老年人每天都在踩的禁忌避开，您手里的普通鱼油就能吃出黄金的价值。建议您点个赞收藏起来，或者直接转发给老伴和家里的群。咱们坐下来慢慢捋。李嘉诚先生在商界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思维，叫做危机前置。他最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：好景时不要忘记坏日子，坏景时不要忘记好日子曾经来过。把这句话放在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管理上，简直是锱铢基。我们很多朋友是怎么养生的？是亡羊补牢式的，平时想不起来保养，等高血压了，血脂稠了，脑袋总觉得晕乎乎了，这时候心里一慌，赶紧抓2把保健品塞进嘴里，图个心理安慰。这在做生意里就叫高位接盘，代价大，收益小。而真正懂保养的人是怎么做的？他们是在身体这座大厦还没漏雨的时候，就开始慢条斯理地修补屋顶，这叫防患于未然。再说说吃得贵和吃得对的区别。我认识一位王大爷，是个倔脾气，儿女孝顺，逢年过节给他买的都是几百上千块的顶级鱼油。王大爷呢，觉得这东西好，每天想起来就吃2粒，有时候早晨空腹吃，有时候晚上睡觉前干咽下去，结果吃了一大堆，胃还常常往上反那股鱼腥味，身体也没见多大起色。为什么会这样？这就涉及到一个底层逻辑的问题。在李嘉诚的商业原则里，有一条是逆向储备，意思是永远保留足够的现金，让自己在所有人恐慌抛售时有能力从容买入。咱们的身体其实也有现金流，那就是我们的脾胃消化和肝脏代谢能力。您不管3721，把高浓度的油脂一股脑地倒进肚子里，不仅没有顺应身体的规律，反而是在给原本就逐渐老化的代谢系统增加负担。这就好比您把大把的养老金盲目投资给了一个连账本都看不懂的人，钱不仅生不了钱，反而连本金都搭进去了。所有的盲目进补都是在拿身体微薄的现金流去冒险。真正有智慧的养生，从不冒这种输不起的险。顶级富豪的医疗团队最看重的永远不是你吃进去了多少，而是你的身体究竟能留住多少。这就像种树一样。李嘉诚先生说过，做生意就像种树，你不能每天去刨开土看根长了没有，你只管浇水，然后等咱们吃鱼油保护心血管。这也是在种一棵名为长寿的树。如果您吃的方法不对，这就好比是在正午太阳最毒烈的时候浇水，水还没渗进土里，就被蒸发得干干净净。而掌握了正确的吃法，
懂得在最合适的时机补充，就如同在傍晚微风徐徐时浇下的一桶水，每一滴都能渗透到根须的最深处。今天我们先把心态摆正了，不盲目，不贪多，顺应规律，这才是咱们老年人该有的健康底气。这比留给儿女多少存款都重要，因为一个硬朗的身体就是咱们最大的财富。那么问题来了，私人医生提到的天差地别到底差在哪儿？鱼油这东西究竟是该在迎着朝阳的早晨吃，让它去唤醒身体，还是该在夜深人静的晚上吃，让它在睡眠中默默清理血管？如果吃反了，会对身体造成什么隐藏的负担？在下一章为您揭晓天使密码之前，我想先在评论区做个小调查。您平时都是习惯在早晨吃鱼油，还是晚上吃？把您的习惯打在评论区，咱们一起看看有多少朋友一直以来都吃反了。接下来我们马上解开这个关乎吸收率的时间谜题。在上一章的结尾，我们给大家留了个小悬念，这上好的鱼油到底是该早上吃还是晚上吃？看了评论区，我发现一大半的老哥哥、老姐姐们都习惯在晚上临睡前就着一口温水把鱼油咽下去。大家的想法很实在，晚上睡觉的时候身体在休息，这血管清道夫不正好可以在夜里安安静静的发挥作用吗？听起来特别有道理，对不对？但今天我要给您泼一盆温水了。如果按照这个吃法，您的鱼油可能一大半都白吃了。我们来看看私人医生是怎么说的。鱼油说到底，它是一种脂溶性的营养物质。什么是脂溶性？通俗点说，它得靠着您肚子里的胆汁去溶解它、消化它，才能真正进入血液里。而在夜深人静，您准备入睡的时候，您的肠胃、肝脏也跟着您忙碌了一整天，正准备下班打卡休息了。这个时候，胆汁的分泌是极其微弱的。您把一粒高浓度的油脂丢进一个已经停止运转的加工厂里，结果会怎样？它不仅没法被高效吸收，反而会滞留在您的肠胃里，不仅增加了消化系统的沉重负担，时间久了甚至会引起反酸烧心。这就好比您在夜里12点非要敲开一家已经打烊的茶馆门，让人家给您重新生火烧水一样，费力又不讨好。在这个问题上，我们可以借用李嘉诚先生的一条核心智慧。在李嘉诚先生的思维方式里，有一条被无数商界人士奉为圭臬的原则：永远在太阳高挂时准备雨伞。您细品这句话，做生意绝不能等暴雨倾盆了才去买伞，而养生绝不能等身体机器停转了才去强行灌注营养。我们要把这句话转化成咱们老百姓的健康法则，那就是养生永远要在身体机能最活跃、代谢最旺盛的高光时刻去进行。那么什么时候才是我们身体的太阳高挂时呢？是白天，特别是早饭或者午饭的饭后。那个时候您刚吃完饭，肠胃正在热火朝天的工作，胆汁大量分泌，这时候您顺水推舟把鱼油吃下去，身体的吸收通道是完全敞开的。鱼油里的有效成分就像搭上了顺风车一样，被顺顺当当地运送到您的心血管里。这就是顺应天时，这就是借力打力。14岁的李嘉诚在茶馆端茶时，就看透了一个最朴素的道理：客流最旺的早市才是倒茶添水的最好时机。过了那个时辰，茶水再好也卖不上价钱。健康投资也是一样的，在对的时间做对的事，1分努力才能换来10分的收获。在错的时间瞎折腾，10分的力气也只能打个水漂。所以咱们中老年人养生千万不能有那种大力出奇迹的错觉，觉得不管什么时辰只要吃进肚子里就行了。我们要把李嘉诚先生的长期耐心用到自己身上。您要知道，
顺应身体的节律，不去强迫它，不给它添乱。这就是在为咱们的长寿积累最大的健康现金流。讲到这里，大家应该明白了，为什么同样的鱼油早上吃和晚上吃，吸收率会差出3倍？因为前者是顺水推舟，后者是逆水行舟。但是您别以为把时间改到早上就万事大吉了。刚才我们提到，鱼油是脂溶性的，这意味着它在进入您身体的时候，如果孤零零的一个人去，依然会迷路。他必须得拉着一个合伙人的手，才能被完美吸收。如果这个合伙人找错了，或者没找着，吸收率同样会大打折扣。那么这个神秘的健康合伙人究竟是谁？我们在吃鱼油的时候，到底应该搭配什么东西一起吃，才能让效果翻倍？老规矩，咱们在评论区猜一猜，您平时吃鱼油是空腹吃，还是就着什么特定的食物一起吃？在下一章，我将为您揭开鱼油吸收的合伙人逻辑，让您的每一粒鱼油都发挥出黄金般的价值。朋友们都还在听吧？在上一章咱们说透了，吃鱼油得挑身体这台机器运转最旺盛的时候，也就是白天饭后。可是有些老朋友按这个时间吃了，怎么还是觉得效果不明显呢？其实这怪不得时间，要怪就怪鱼油在进入您身体的时候少了个领路人。在揭晓这个领路人是谁之前，咱们先聊聊李嘉诚先生的另一条人生大智慧。李先生一生纵横商海，他非常看重人与人之间的连结。他常说人心即资产，他认为失去一个客户，损失的只是钱，但失去一个人的信任，损失的却是未来。这句话讲的是什么？是合伙人的逻辑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没有任何一门大生意是可以靠一个人单打独斗做成的。其实咱们身体微观世界里的运转和做生意是一模一样的。各种营养素就好比是一个个合伙人，谁也离不开谁。鱼油它是个脂溶性的宝贝。脂溶性这3个字听着挺专业，说白了就是它只跟油脂亲近。您想看，如果您早上空着肚子，或者就着一个大白馒头，一碗白粥，咕咚一口白开水把鱼油咽下去了，会发生什么？在您清汤寡水的肠胃里，鱼油就像是个孤家寡人，没有合伙人的引路，它穿不透肠壁，进不了血液，最后只能顺着肠道原封不动地排泄出去。这不就等于把真金白银眼睁睁地扔进了下水道吗？那么谁才是鱼油最好的合伙人呢？很简单，就是咱们日常饮食里那点儿健康的脂肪。比如您早饭吃个水煮蛋，或者喝杯全脂牛奶，再或者午饭吃点炒菜，里面有点植物油。这时候您再吃鱼油，那些食物里的脂肪就像是热情的向导，一把拉住鱼油的手，顺顺利利地穿过肠胃的壁垒，把它安安全全地护送到血液里，去清理那些垃圾。孤木不成林，在身体的世界里，没有哪一种营养可以包打天下，它们必须相互成就。为了让大家更直观地感受这个合伙人到底有多重要，我给大家讲讲我的一位老邻居老李的故事。老李今年68岁，退休前是中学的物理老师，做事特别严谨。去年体检查出甘油三酯有点偏高，他一听急了，马上托国外的亲戚寄来了最顶级的深海鱼油。老李给自己定了个严格的养生时间表，每天早上6点准时起床，空腹喝1大杯温开水，然后剥开2粒鱼油咽下去，接着就去公园打太极。他的早饭也特别清淡，雷打不动的一碗白米粥配半个白面馒头。老李心想，这么自律的作息，加上这么贵的保健品，指标肯定能降下来。可大半年过去了，今年再去复查，老李傻眼了，血脂指标几乎是纹丝不动。不仅如此，老李还经常觉得胃里反酸，
时不时打嗝都有一股鱼腥味。老李气呼呼地拿着体检报告去找医生，抱怨说是不是买到假药了。医生仔细问了他的饮食习惯后，笑着摇摇头说：李老师啊，您这鱼油没买错，时间也吃得很规律，但您犯了一个大忌，您没给鱼油找个伴儿。您那清汤寡水的白粥馒头里连一滴油芯子都没有。鱼油这种脂溶性的营养，在您肠胃里找不到脂肪当向导，最后全变成了废料排出了体外，不仅白白浪费了钱，肠胃还跟着受累。老李恍然大悟，这才明白了合伙人的道理。从那以后，他调整了吃法，早上的白粥加了一个白煮蛋和一小杯全脂牛奶，或者干脆把鱼油挪到中午吃，因为中午老伴儿总会炒2个菜，菜里多少带着点健康的植物油。您猜怎么着？就这么一个小小的改变，没多花1分钱，几个月后再去测，各项指标奇迹般的开始往下降了，而且之前反酸烧心的老毛病也消失得无影无踪。老李的经历告诉咱们，保健品再贵，如果不讲究合伙人的搭配，那也是竹篮打水一场空。我之前见过一位很节俭的大娘，她平时吃饭特别清淡，甚至到了滴油不沾的地步，每天就是清水煮面条。但是呢，她特别舍得花钱买好几百块钱1瓶的鱼油，每天大把大把地吃，她觉得这样最健康。结果呢，血脂不但没降，人还经常便秘，肠胃全乱套了。他这就是不懂得合伙人的逻辑，把好东西给孤立了。咱们老年人经历了半辈子的风风雨雨，最懂搭把手的道理。吃鱼油也是一样，给他搭把手，配个鸡蛋，加杯牛奶，效果马上就不一样了。到这里，咱们把什么时候吃和搭配什么吃都理清楚了，但是别高兴得太早。私人医生特别提醒的3大禁忌，才是真正的重头戏。有多少老年朋友不仅吃反了时间，搭错了食物，甚至还在不知不觉中犯着这3个足以让养生变成伤身的致命错误。尤其是那些平时还在吃着阿司匹林、降压药的老朋友，这3大禁忌您更是千万碰不得。在进入下一章之前，大家不妨在弹幕或评论区敲出您平时常吃的日常药物。接下来我们重点排雷，看看您的药会不会和鱼油打架。前面的几章内容里，咱们把吃鱼油的天时和地利，也就是什么时候吃、搭配什么吃，都讲得明明白白了。只要您照着做，吸收率肯定错不了。但是在健康这笔账上，光想着怎么赚是不够的，咱们还得防着怎么亏。在李嘉诚先生的商业哲学里，有一条非常著名的铁律，叫做危机前置。他常常告诫身边的人，无论局势多么大好，都永远要在太阳高挂的时候准备雨伞，因为真正的赢家从不冒他们输不起的险。把这句话放在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管理上，简直是一针见血。很多人觉得保健品嘛，吃错了大不了就是没效果，就当花钱买个心理安慰了。错，私人医生在这份健康账本的最后，特别加出标红了3大禁忌。如果您不小心踩了这3个雷，那可不是没效果那么简单，而是拿咱们最宝贵的身体去冒一种输不起的险。第1大禁忌，和特定的慢性病药物硬碰硬。咱们很多老年朋友平时可能因为心脑血管的问题，常年在吃阿司匹林、华法林这类抗凝血的药物。这类药的作用是让咱们的血液别那么粘稠，防止血栓。而深海鱼油里面的核心成分，它在身体里起到的作用，刚好也是润滑血管，防止血小板聚集。这时候您想，吃着抗凝药，再大剂量的吃鱼油，是不是等于给血管上了双保险？这就大错特错了。在医学上，这就好比2支清道夫队伍在没有沟通的情况下，在同一条马路上疯狂施工，它会极大增加您皮下出血甚至内出血的风险。
稍微磕着碰着，可能就会青紫一大块。所以，如果您正在服用抗凝血药物、吃鱼油之前，一定要去医院问问您的主治大夫，这叫守住安全的底线。第二大禁忌，贪多嚼不烂的大剂量迷信。李嘉诚先生推崇克俭抵色，他认为真正的强者从不需要向外过度索取和证明什么。吃鱼油也是一样，有些老朋友觉得，既然鱼油是个好东西，那一天吃个4-5粒，血管是不是就更干净了？大家千万别忘了，鱼油归根结底，它是一种脂肪。咱们肝脏和胆囊每天处理脂肪的能力是有限额的。您每天超量的往身体里倒油脂，血管还没清理干净，肝脏可能就先被您累垮了，甚至吃出脂肪肝来。养生不是大起大落的豪赌，而是细水长流的经营。按照说明书的推荐剂量，给身体留有一点余地，这才是最高明的逆向储备。第3大禁忌，舍不得扔的氧化毒药，这是咱们很多节俭了一辈子的老哥哥老姐姐最容易犯的错。一瓶大包装的鱼油，开盖放了大半年，甚至已经过了保质期，闻起来都有股哈喇味了，还是舍不得扔，捏着鼻子吃下去。您知道吗？鱼油里的多不饱和脂肪酸非常容易被氧化，一旦它接触空气时间长了，变质了，它就不再是保护血管的天使了，而是会产生大量自由基的破坏者。吃这种氧化的鱼油，不仅不能保护心血管，反而会加速血管的老化。为了省那几10块钱，把实打实的有害物质吞进肚子里，这是世界上最亏本的买卖。不犯错就是最好的养生。在健康面前，防范风险永远大于盲目进补。避开这3大禁忌，咱们手里这瓶普普通通的鱼油，才能真正成为保护心脑血管的得力助手，而不是埋在身体里的隐患。到这里，咱们关于鱼油的正确吃法已经全都交代清楚了。但是，如果您以为这期视频只是一份健康指南，那就太可惜了。在接下来的最后一章里，我想和大家掏心窝子聊聊，为什么我们要在晚年如此精心地管理自己的身体。当我们将李嘉诚先生的长期耐心运用到健康上时，您会发现，一个硬朗的身体远比留下多少存款、多少房产，更能给整个家族带来福气。在前面的内容里，咱们一起算清了吃鱼油的健康账本，选对白天饭后的天食，找对食物里油脂的合伙人，并且小心避开了药物冲突、超量和氧化的3大禁忌。道理都讲透了，但作为一名健康观察员，我最后还想跟各位老朋友聊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：我们每天这么精打细算的养生，到底是为了什么？很多人吃保健品最容易犯的一个毛病就是急。今天吃下去2粒鱼油，恨不得明天去医院体检，血脂指标就能刷刷往下掉。一旦吃了1-2个月没看到明显变化，这瓶几百块钱的鱼油就被打入冷宫，放在柜子里吃灰了。在这里，我想和大家分享李嘉诚先生关于耐心的智慧。他说过，他从不做5年以内能看到结果的生意，他买入然后等待，不是因为他有先见之明，而是因为他有足够的耐心。他还有一个非常著名的比喻，做生意就像种树，你不能每天去刨开土看根长了没有，你只管浇水，然后等不了的人永远种不出大树。其实咱们老百姓吃鱼油降血脂，保护心脑血管，又何尝不是在种树呢？血管里的那些垃圾和斑块是咱们几十年吃出来的、攒下来的。您指望一瓶保健品能在3-5天内就把它们冲刷得一干二净，这不符合自然规律。真正的养生就是要有这种只管浇水，然后等待的长期耐心。您顺应天时地去吃，避开禁忌去吃，每一天做对一点点，剩下的就交给时间。当时间拉长到3年5年，您去跟同龄人比一比，
那棵名为健康的大树早就已经枝繁叶茂，为您遮风挡雨了。说到这里，咱们再往深了聊一步，这棵健康的大树到底是在为谁遮风挡雨？很多人到了晚年，总有一种焦虑：我这辈子没攒下金山银山，老了，能给儿女留下点什么？李嘉诚先生即便身家千亿，他依然戴着几十年前的手表，穿着简单的深色西装。他认为炫耀是一种软弱，真正的强者从不需要向外证明什么。论及传承，他说过这样一段话：钱是最容易失去的东西，但一个人的品格一旦建立，比任何资产都难被摧毁。这才是我真正想留给儿子们的东西。这段话咱们普通人听了，可能觉得离自己有点远，但如果我们把它翻译成老百姓的家庭账本，那就是最实在的真理。咱们忙活了大半辈子，把好吃的留给孩子，把积蓄省下来给孩子凑首付。但您有没有想过，对咱们这个岁数的人来说，给儿女留下的最高级的财富，根本不是存折上的那一串数字，而是咱们自己能吃能睡，能走能跑，不拖累他们。您想想看，如果您身体硬朗，自己能提着菜篮子去逛早市，能和老伙伴们在公园里打打太极拳，这就是给在外打拼的儿女们最大的定心丸。相反，如果咱们因为平时不懂得正确保养，突然有一天倒下了，孩子们就要放下手头的工作，在医院的走廊里焦头烂额，甚至为了医药费掏空家底。真到了那一步，您留给他们再多的钱，又有什么意义呢？所以，真正的独立与体面是管理好咱们自己的身体。这也是我今天做这期长视频的初衷。咱们简单总结一下：养生没有神话，只有方法。把握早晚的规律，搭配对的食物，守住安全的底线，最后保持足够的耐心。这就是那3倍吸收率背后最朴素的真相。如果您觉得今天咱们聊的这笔健康账本对您有启发，我希望您能在这个视频下方点个赞。这不仅是对我们嘉诚养生道的鼓励，更是您对自己健康上心的一份证明。同时，大家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留言，告诉我您平时在吃什么其他的保健品，比如钙片、维生素。咱们看看接下来的视频，我再来帮大家拆解哪个健康盲区。如果您觉得有用，不妨顺手把这条视频转发到咱们的家族群里。这不是为了去说教谁，而是温柔地告诉家人们，我正在用心照顾自己，请你们放心拼搏。只要您关注嘉诚养生道，未来的日子里，我会一直陪着您，把这本健康账本算得清清楚楚。最后，嘉诚养生道想送给大家一句话：我们穷极一生，总想给儿女留下最多的存款，却常常忘了，一个不需要他们床前尽孝的自己，才是这世上最昂贵的礼物。